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在这里，我们一起走向自在不求人的人生。很多人以为退休是人生终于可以松一口气的时候，但我想说3个故事，不是理论，不是数字，是我身边真实发生过的事。也许听完你会重新思考，退休金到底该怎么领。第一个故事是我父亲，那个年代还没有月领制度，所以他只能一次领。退休那天，他拿回家一笔不算小的金额，那是一种很复杂的心情，辛苦一辈子的总结，好像一瞬间都变成了存折里的数字。人对于突然变多的钱其实没有概念，你会觉得自己变得宽裕，变得有余裕，变得可以帮助别人。没多久，几乎没有往来的亲戚出现了。对方说超商经营周转困难，孩子学费缴不出来，想借3万元，1个月后一定归还。父亲想起自己年轻时也曾低声下气跟人开口，那种滋味不好受，于是他答应了。1个月后真的还了钱，父亲松了一口气，也觉得人与人之间还是有信用的。几周后，对方再来，这次5万，再几个月后10万，每一次都有理由，每一次都说很快会还，金额一次比一次大，拖延一次比一次久。最后那笔钱是父亲主动开口，对方才慢慢分期还清。钱是拿回来了，但关系已经变质。我后来才明白，当你一次领到退休金，你不只是拿到钱，你同时也成为了别人眼中的资源，而人情是最难拒绝的风险。第2个故事是我的亲叔叔，他离婚后一个人住，外表看起来平静，但其实内心很孤单。退休后，他一次领了退休金，生活突然变宽裕，也突然变得有人愿意靠近。在一次聚会中，他认识了一位女性，对方温柔关心，常常说自己过得不好，身上还有淤青，说是被前夫家暴。叔叔心软，一开始帮他付生活费，后来帮他还卡债，再后来是帮他投资，金额慢慢变大，退休金不见了，积蓄不见了，他开始向亲戚借钱，最后借到地下钱庄，压力大到喘不过气。某天他在租屋处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很多人说他是被骗，但我更觉得他是把退休金拿去填补内心的空洞。一次领的钱给了他能够拯救别人的错觉，却没有留下能拯救自己的安全网。第3个故事是我朋友的妈妈，她是退休老师，当时儿子想创业，自己也有些职业倦怠，于是她提早退休，一次领走退休金。儿子做的是直销，一开始做的风水水旗，做到蓝钻等级，台上领奖，台下掌声，未来看起来一片光明。他把退休金投入儿子的事业，自己也一起帮忙，把产品推销给学校同事，每个月有业绩奖金。他相信这是家族事业，是未来的保障。后来生意扩展到海外，听说数钞票要用点钞机，整个气势红红火火。然后一纸政令，公司关门，团队瓦解，资金断裂，一切在几个月内崩塌。幸好他还有些家底，没有真正陷入困境，但那笔退休金再也回不来。这3个故事没有坏联，只有3种风险：人情压力、情感依附、过度乐观。退休金本来是保障，但当它一次到位，它同时也变成诱惑。它会放大你的善良，放大你的孤单，放大你的自信，然后在某个关键时刻放大你的损失。我不是说一次领一定不好，而是想提醒，退休金不是让你重新冒险的筹码，它是让你在80岁时还有尊严活着的底气。如果制度允许月领，也许那不是限制自由，而是替未来的你保留一条不会被情绪与人情一次抽干的安全线。
退休不是财富冲刺，而是风险管理的开始。